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点浪漫又有点复杂的话题，听起来好神秘，是什么？是一本很有名的小说《傲慢与偏见》啊，就是那本有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的故事，对吧？对，就是那本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书名的时候都会想，傲慢和偏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，这两个词听起来都挺负面的，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好，傲慢就是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，不太愿意听别人说话。比如，有的人很有钱，他就看不起别人，我们就可以说他很傲慢。对，傲慢的反义词就是谦虚。比如一个人很有本事，但不喜欢炫耀，我们就说他很谦虚。那偏见呢？偏见是指一个人还不了解别人，就先有不好的看法。比如说，有人觉得有钱人都很坏，或者漂亮的女生都很骄傲，这就是偏见。对，其实这本小说的名字《傲慢与偏见》就是两个主角的性格。对，男主角达西先生有点傲慢，而女主角伊丽莎白呢，对他有偏见。他们两个一开始互相都不喜欢，可后来却相爱了。听起来很像现在很多爱情剧的套路呢。是啊，其实这本小说是19世纪的作品，可是他讲的故事和今天的人也挺像的。真的，人和人之间常常因为第一印象而误会。第一印象就是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感觉。比如我第一次见麦麦的时候，就觉得她特别活泼。哈哈，那是因为我太紧张了，一直说话。这也是一种第一印象，不过有时候第一印象不一定是对的。对，就像伊丽莎白第一次见到达西先生，觉得他很傲慢，不礼貌。其实那时候的达西只是有点不太会表达自己。对呀，他不是坏人，只是有点高冷。高冷这个词现在年轻人很爱用，意思是看起来很冷漠，不容易亲近。但其实有时候高冷的人只是害羞。对，我觉得达西就是那种人，他心里其实挺温柔的，只是外表看起来很骄傲。你说的对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它讲的是理解。理解是个好词，意思是你能明白别人的想法和感受。对，比如朋友之间如果能互相理解，就不会吵架。那在小说里，伊丽莎白和达西也是经过很多误会，很多事情才慢慢理解彼此的。是的，他们一开始都有自己的骄傲，也都有自己的偏见，但最后，他们都学会了放下自己的想法，去真正看懂对方。你说的特别好。其实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难做到的事情。对，比如我们有时候会看人下菜碟。这个词挺有意思的。看人下菜碟就是根据对方的身份、地位，对他好或者不好。比如，有人见到老板就笑得很甜，见到同事就没表情，这就是看人下菜碟。对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偏见。你觉得一个人重要，就对他好，不重要就不理。是啊，可是伊丽莎白不一样，她对每个人都很真诚。对，他聪明、独立、有主见。有主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比如，有人说这件衣服不好看，我觉得好看就坚持穿，这就是有主见。对，很好。我觉得伊丽莎白真的挺现代的，她不像那个年代的女生那样只想结婚，她更在乎爱情和尊重。对，所以这本书虽然很老，但看起来一点也不旧。没错，那小夏，你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读是在大学，那时候我觉得达西太傲慢了，完全不喜欢他。哈哈，我也有同感。但后来我再读，就觉得他其实挺真诚的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。
我觉得这也说明人会变。你年轻的时候看一个故事，和长大以后再看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这就是成长。成长就是慢慢的变得更懂自己，也更懂别人。没错，刚才我们聊到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的傲慢和偏见。对，现在我们来聊聊小说里的其他人物，还有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。其实，《傲慢与偏见》里的每个人物都很有代表性，比如伊丽莎白的妈妈班纳特太太。哈哈哈，我超喜欢她，她太有戏了，总是到处给女儿介绍对象。对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5个女儿都嫁出去。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结婚对女生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是的，那时候的社会里，女人不能工作，也没有自己的财产，结婚几乎是唯一的出路。出路就是能走的路或者办法的意思，对吗？对，比如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就会说我没有出路，意思是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原来如此，那班纳特太太也算是现实的妈妈。对，她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她的想法也有她的理由。她担心女儿没嫁出去，会过得很辛苦。是啊，所以当她听说有一个有钱的单身男人宾利先生搬到他们镇上时，她就特别激动。哈哈哈，她立刻想，太好了，我要让我的女儿去认识他。对，她说，一个有钱的单身男人一定需要一个妻子。这句话太经典了，其实也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观念。对，那时候的人很看重社会地位和财富。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里的位置，比如他是有钱人、官员、老师，这些都是社会地位。对，越有钱越有名的人，社会地位就越高。那地位低的人就很难被尊重。是的，这也是达西先生一开始傲慢的原因之一。对，他太在意别人的社会地位了。而伊丽莎白就不同，她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性格，而不是钱。性格就是一个人平时的样子，比如温柔、安静、外向、内向，对吧？对，比如你很开朗，我就可以说麦麦的性格很好，很阳光。谢谢，那我也夸你一句，小夏的性格特别温柔。哈哈，你太会说了。其实我觉得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特别有层次。有层次，你解释一下。就是他们不是一下子就相爱，而是经过很多误会，很多成长，一步一步慢慢了解对方。你说的对，这种爱情比较真实。对，不像有的故事，一见面就我爱上你了，太快了。对，那种是偶像剧。其实在那个时代，爱情不是结婚的主要原因。对，很多婚姻都是为了利益。利益就是好处的意思，比如钱、地位、名声这些。对，所以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先生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佩服他。对，那个柯林斯太自恋了。哈哈，自恋就是太爱自己，总觉得自己很棒。对，他求婚的时候还说，我娶你是为你好，我看的都想笑。对，伊丽莎白当场拒绝他，说明他不想为了生活去结婚，他要为了爱结婚。那时候这样的女生真的很少。对，他很独立。独立是什么意思？独立就是能自己做决定，不依靠别人。比如你一个人住，自己做饭，自己赚钱，这就是独立。哦，我也想像她那样，既聪明又独立。其实你已经挺像的了。真的吗？哈哈，那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像达西一样的男生。哈哈，不过你确定吗？一开始他可是挺傲慢的。那我希望找到一个改过之后的达西。这个说法不错。其实达西后来真的变了。对，他因为爱伊丽莎白，开始反思自己。反思就是仔细想一想自己的问题。比如你生气以后觉得不该那么冲动，就是在反思。我觉得达西的成长也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对，
他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真心懂得爱的人。其实在爱情里，两个人都需要成长。没错，爱情不是一开始就完美，而是一起变好。哇，小夏今天好浪漫。哈哈，我只是说实话。那我也要学着浪漫一点。刚才我们聊了《傲慢与偏见》里的人物关系，还有他们的性格。对，现在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本小说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——达西先生的告白。对，那一幕真的是又尴尬又浪漫。对，他第一次跟伊丽莎白告白的时候，太傲慢了。对他说话的语气太奇怪，好像是在施舍爱情。施舍是什么意思？施舍是指你把东西给别人，但你觉得自己比别人高。比如你觉得自己很有钱，帮穷人只是为了显得好心。哦，那真的是一种不太好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伊丽莎白很生气。她当场拒绝了他，对吧？对，而且拒绝的特别直接。拒绝就是不答应别人，对吧？对，比如别人请你帮忙，你不想帮就可以说我拒绝。那伊丽莎白拒绝他的时候，还说了很多狠话。对，她说她不可能嫁给一个看不起她家的人。其实她说的也没错，因为达西那时候真的太看重地位了。是的，可是后来她真的改变了。对，我觉得那就是爱情的力量吧。哈哈，你说的好浪漫。真的吗？他为了他开始反思自己，变得更谦虚、更真诚。真诚这个词也很重要。对，真诚就是你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是从心里来的，不是假装的。没错，比如朋友之间最重要的也是真诚。对呀，不真诚的朋友迟早会被看出来。所以后来，当达西第二次向他告白的时候，他变得很真诚，也更尊重他了。尊重就是你把别人当作平等的人，不看不起，不歧视，对吧？对，比如在工作里，尊重同事就是认真听别人说话，不随便打断别人。那达西第二次的告白真的很感人。对，他没有再说自己多有钱，也没有夸自己。他只是安静地告诉他，如果你的感情还和以前一样，那我不会再打扰你。是的，这句话太温柔了。对，里面有理解和尊重，没有一点傲慢。对，他真的改变了。改变这个词我很喜欢。改变就是让事情不一样。比如你原来很内向，现在开始变得开朗了，这就是一种改变。对，很多人都害怕改变，但其实改变让我们成长。你说的特别好。其实在爱情里，如果两个人能一起改变，那就是最美的事情。是的，伊丽莎白也在改变，她学会了放下偏见，去真正了解达西。没错，她也开始看到他的真心和温柔。所以他们的爱情不是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完美，而是我喜欢你，因为我看到了你真实的样子。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我觉得可以当情话了。哈哈哈，那我记下来了，以后用。那你得找对人说哦。当然，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傲慢与偏见学到的一点。真正的爱情不是外表，不是地位，而是理解和成长。对，还有互相尊重。对，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不懂对方。对，就像他们一开始那样，一个太傲慢，一个太有偏见。对，但他们都在努力变得更好。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能一直被喜欢的原因。没错，虽然他写的是19世纪的故事，但说的都是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遇到的事情。比如，如何去理解别人，怎么在关系里保持真诚，怎么面对自己的骄傲，还有怎么在爱情里学会成长。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对啊，人生其实就像一本书，每一章都有成长和改变。哈哈，小夏，你今天太有哲理了。被你带动的啦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聊聊傲慢与偏见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？这是个好问题。
你觉得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是因为这本书里讲的东西，到今天都还在发生。比如傲慢和偏见这两个词。对，这两个词在生活里太常见了。傲慢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，不愿意听别人意见。对，比如有的人觉得自己家庭好，学历高，就看不起别人，这就是傲慢。那偏见呢？偏见就是还没真正了解一个人，就先下结论。对，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穿得简单，就以为他没钱，或者一个人很安静，就觉得他不友好。其实这些想法都可能是错的。没错，所以这本书虽然是200多年前写的，但说的是每个时代的人心。对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傲慢，也有一些偏见。人都是这样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看见自己的问题，并去改变。对，就像达西和伊丽莎白一样。对，他们都在成长。其实这也是作者简·奥斯汀想告诉我们的吧。对，他的书里总是有聪明、独立的女人。对，比如伊丽莎白，她不只是漂亮，她还会思考，有自己的想法。那时候的女生能写出这样一个角色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在那个时代，女人写书都不容易，更别说写这种让人思考的爱情故事。所以她真的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作家。力量这个词也可以学一学。对，力量就是能让人坚持下去的东西，比如爱、勇气、梦想都可以是力量。没错，那简·奥斯汀的力量就是他用文字改变了很多人看待爱情和婚姻的方式。我觉得他让大家明白，婚姻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爱。对，也为了尊重和理解。其实这种想法到现在都还很重要。对，你看，现在虽然大家都能自由恋爱，但很多人还是会在意对方的条件、家庭、收入。对，好像真心反而变得不容易了。哈哈，你说的有点现实，不过也是真的。那你觉得，如果伊丽莎白和达西活在今天，他们还会相爱吗？我觉得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相爱的基础不是条件，而是理解。对，理解一个人真的太重要了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听，但没有真的理解。对，有时候我们只是等对方说完，好轮到自己讲话。哈哈，说得太对了。我觉得伊丽莎白的聪明，就是她能听、能想，也能表达。对，她不怕说不，也不怕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其实这也是独立的一种表现。对，独立不仅仅是赚钱自己花，还包括心里有力量、有判断，不容易被别人影响。我喜欢这个定义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像伊丽莎白那样的人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懂得爱，也愿意改变。对，不傲慢，不带偏见，认真的去理解别人，也被别人理解。这就是最美好的关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傲慢与偏见就聊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，不只是知道了一本书，也能想想我们自己生活里的傲慢和偏见。对，也许下次当我们想批评一个人时，可以先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也带着一点偏见。哈哈，太有道理了。那我们下次节目见。拜拜。